他是被称为情场收割者的银行行长，他也是山西赫赫有名的交际花。为了和女明星抢男人，他调动12家企业，耗资3.9亿买飞机，只为每天从韩国空运牛奶美容，想永葆青春。这架飞机每小时飞行的成本就高达3万元人民币，从太原到首尔大约是1300到1400公里的距离。而他所购买的这架达索猎鹰2000型商务机，每小时飞行的成本大约在2.8万至3.2万元人民币之间，往返一次的飞行时间约为4小时，仅运送一次鲜奶及其相关的维护费用就需要12万元。这还不包括起降费、停场费、导航费，如果全部加在一起，单次飞行的开销就高达15万元之巨。他甚至为了满足自己膨胀的私欲，将这架飞机彻底改造成了专供享乐的私人会所，但凡被他看中的乘务员便可轻易成为他的欢愉对象。然而事情远不止于此，他借此成功跻身于近40位山西权贵所组成的核心交际圈，成为其中的新晋成员。除了他本身卓越的专业素养与高超的沟通技巧之外，他的办公室内还专门配备了私人营养师，在每日清晨的例会开始之前，必须提前备好3种不同温度的饮用水。更为荒唐离谱的是，他甚至要求后勤部门在银行总部的23层修建一座奢华的空中花园，那些从欧洲远道进口的薰衣草必须用特制的恒温箱精心养护，仅每年的维护费用就高达惊人的200万元。只因他15岁读大学，35岁当行长，在职期间大肆敛财，家中藏有成捆龙钞，价值上亿，所以挥霍起来毫无压力。当他最终落入法网之后，更是查获了数不胜数的赃款与赃物，令人啧舌。然而那些被深埋已久、不为人知的秘密，终于随着他吐露的每一个名字都纷纷浮出水面。大家好，我是微笑，他叫上官永清。2015年7月，一则重磅消息打破了山西金融界的平静。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官永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个在山西金融系统深耕33年，被誉为行业标杆的女性厅官，最终没能逃过反腐利剑的追责。在随后的调查中，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被公之于众。组织12家企业耗资3.9亿元购买公务机供个人享用，别人去贷款强行索要 2% 的顾问费，纳入私人口袋。家中搜出70箱价值不菲的纪念币，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细节不仅勾勒出一名腐败官员的奢靡嘴脸，更揭开了山西金融领域政商勾结的灰色面纱。要读懂上官永清的堕落轨迹，就必须回溯他的成长与晋升之路。1963年，上官永清出生在山西晋城沁水县一个干部家庭，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家族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小时候的上官永清不仅性格随和谦虚，还有超乎常人的学习天赋。15岁那年，他考入山西财经学院的财政金融专业。在那个年代，15岁上大学还是金融专业，说是天才少女也是毫不夸张。老师同学惊叹，父母更是引以为傲。大学读完后，研究生学历的他从一开始就自带高知光环。1982年8月，19岁的上官永清正式踏入职场，进入中国工商银行系统。这一选择为他日后深耕金融领域埋下了伏笔。在工商银行任职期间，他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和敏锐的人际关系洞察力，逐步从基层岗位走上管理岗位，历任工商银行临汾分行副行长、晋中分行行长等重要职务。这段基层到中层的历练，不仅让他熟悉了银行信贷、资金运作的全流程，更让他积累了大量的政商资源，为其后续的权力扩张奠定了基础。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宏大浪潮中，他独创了3查3防贷款审查法，为银行成功挽回了数额巨大的不良资产，坏账率一度下降到了令人惊叹的 0.3%。 凭借着这些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业绩，再加上他近乎完美的个人形象与身段，以及他在为人处事中展现出的圆滑与老练，年仅35岁的他便一举成为了当时山西省内最年轻的副行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内心世界与想法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当他正值35岁风华正茂之时，在邂逅晋中市委书记申维辰之后，他的人生轨迹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一次工作场合的会议中，申维辰对上官永清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在会议结束后的聚餐场合里，他主动向上官永清靠近示好，这令上官永清感到既意外又惶恐。
两人自此开始了频繁而密切的私下约会，并最终发展成了一段违背伦理的不正当关系。然而这个男人却成为了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他的升迁之路，另一方面也最终将他无情地推向了腐败的黑暗深渊。为了表达对上官永清的深切爱意，申维辰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助力他晋升为某农村信用社的党委书记。这个职位不仅地位显赫，受人尊敬，更意味着掌握着丰厚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2000年，申维辰这位昔日的晋中市委书记特意为他奉上了一份厚重的贺礼。2008年是上官永清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山西省政府决定在原太原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组建晋商银行，这是山西金融改革的关键举措，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上官永清凭借多年在金融系统的积累和良好的口碑，她被提拔为晋商银行的首位女行长，成为晋商银行筹备组的核心成员，担任财务重组组副组长兼增资扩股小组组长。在筹备过程中，她主导完成了清产合资、注资扩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一系列关键工作，展现出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如果说晋升之路为上官永清提供了权力基础，那么价值观的扭曲则让他的权力彻底异化。2009年2月，上官永清被正式任命为晋商银行的董事长。在他走马上任之后，首要的举措便是为自己大幅加薪，其年薪一度攀升至惊人的170万元。经过上级部门长达2年的秘密调查，2013年，山西省审计厅在对晋商银行展开专项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笔异常贷款。某家媒体在获得5亿元授信额度之后，除了需要支付正常的贷款利息之外，每月还必须向上官永清所掌控的咨询公司额外支付高达 2% 的顾问费用。顺着这条关键线索深入追查，调查组最终揭露出更为惊人的事实真相。在2012年至2014年这段时期里，上官永清通过其掌控的12家关联企业，以支付飞机租赁费用的名义，非法套取公款高达3亿9千万元，用这笔巨款购买了达索猎鹰2000 LX 型公务机。这架机身上喷涂着 XGX 编号的豪华飞机，每周3次从太原五宿机场腾空而起。然而它空运的货物竟是每瓶售价800元的韩国延世牧场出产的鲜奶。单是这架飞机每年的维护保养费用就超过了2000万元。而且达索猎鹰2000这款机型在同级别飞机中拥有最为宽敞舒适的客舱空间。由于其卓越的先进设计理念，起飞后的爬升速度与所需时间同样在同级别飞机中名列前茅，表现最为迅捷。因此它所提供的舒适体验堪称无与伦比。客舱内部采用了8个座位的布局，机舱前后均设有洗手间，座椅宽敞，乘坐感受极为舒适，并且能够将2个座椅拼接成一张舒适的床铺。然而它的奢华程度远不止于此。据某银行的一位前员工透露，他连喝牛奶都要用冰镇的银碗来盛放。他的办公室还专门配备了专职的营养师，在每日的晨会开始之前，工作人员必须为他准备好3种不同温度的饮用水。而这些奢侈的费用，最终都以办公环境改造的名义用公款进行了报销。上官永清的贪腐手段，其恶劣与多样远不止于此。除了严重的经济犯罪，上官永清还全面违反党的纪律，6大纪律中违反了5项，堪称破纪典范。在政治纪律方面，他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调查后，采取多种手段对抗组织审查，试图掩盖自己的违纪违法事实，完全无视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在组织纪律方面，他更是肆无忌惮，违反议事规则和程序，擅自决定企业重大投资、人事任免等关键问题，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刻意隐瞒个人财产和亲属从业情况，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将干部任免当成敛财工具，收受相关人员的财物，不按规定上交因公因私护照，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出国，甚至在出国期间擅自延长期限，变更出国路线，完全脱离组织监管。在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方面，上官永清的行为同样触目惊心。他频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打高尔夫球等活动，用公款送礼、豪华装修单位接待场所并超标准接待，违规使用公务用车，将大量个人费用用公款支付。同时，他还违规从事盈利活动，利用职务影响为自己和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上官永清的贪腐行为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与山西当时的政商生态紧密相关。他所在的汾酒会、飞行俱乐部等圈层是山西政商勾结的重要载体，其中已有多名高官和商人落马。在这个圈层中，上官永清凭借金融机构的特殊身份，成为连接官员与商人的桥梁。官员通过他为商人提供贷款等便利，商人则通过他向官员输送利益，而他自己则在其中谋取巨额私利。这种三方共赢的灰色交易模式严重破坏了山西的金融秩序和政治生态，导致大量公共资金流失，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010年，申维辰主政太原的期间，晋商银行成功获得了城建项目的贷款审批权限，仅仅半年时间，就向市政工程项目发放了高达47亿元的贷款。在这笔巨额贷款中，有12亿元资金流向了申维辰亲属所控制的企业。2011年，晋商银行筹备建立期间，他便将银行的基建工程巧妙地拆分成了37个独立标段，分别分包给不同的关系户。某家装饰公司的老板为了成功承接银行大楼的幕墙工程，一次性向上官永清输送了高达800万元的现金。更为隐蔽的是，通过纪念币进行套现操作。他向下属发出指令，动用银行资金购买央行发行的熊猫纪念金币，再以馈赠礼品的名义折价出售给古玩商人，在2年时间里非法获取高达1200万元的巨额利润。这种官商勾结的腐败模式，在上官永清于2014年调任至山西国信集团之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利用集团所控股的信托证券公司，为官员亲属提供隐秘的股东身份通道。仅仅在2015年这一年，就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输送了高达2亿3000万元的利益。上官永清奢靡无度的生活远超常人的想象。调查结果显示，他在美国洛杉矶那个被誉为顶级富人区的比弗利山庄，拥有多达21套豪华别墅，每一套别墅都配备了独立的泳池和专用的直升机停机坪。其奢华程度微笑，我是无法想象。在2013年的圣诞之夜，他豪掷千金，包下了整座迪士尼乐园来举办一场私人派对。受邀的300名宾客清一色全是来自山西的煤老板。为了掩盖其庞大的海外资产，他通过隐秘的地下钱庄渠道，将高达2亿8000万元的巨额赃款分批转移出境，其中有1亿2000万元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另有0.9亿元则存入了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晋商银行后勤部的主管在证言中这样陈述：上官永清的办公室配备了价值高达50万元的德国 Dornbracht 品牌龙头，它被誉为龙头领域的劳斯莱斯。马桶盖选用了日本 TOTO 品牌的智能款式。更为讽刺的是，他假借弘扬晋商文化的名义，动用公款购置了300幅甲骨画，悬挂于银行大厅之中，其中仅一幅山行书作品的鉴定费用就高达80万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掀起了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绝不姑息任何腐败行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官永清的违纪违法行为终究难逃法网。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团开放日活动中公开列举了一起金融领域腐败案例。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组织了12家企业，花了3.9亿元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使用，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按正常的付息之外，还要以2%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他控制的公司。这位董事长生活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虽然王儒林没有直接点名，但经多位知情人证实，他所描述的正是上官永清。这次公开点名，不仅让上官永清案受到全国关注，更彰显了山西省委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2016年6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逮捕决定。这位在山西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女强人，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消息传出后，山西金融系统震动巨大，不少与其有利益往来的官员和商人纷纷恐慌，一场围绕金融领域的反腐攻坚战就此展开。现场查获的赃物中包括多达78块劳力士手表，以及重达43公斤的耀眼金条，还有217幅出自名家之手的珍贵字画。此外，还发现了超过70箱各式各样的纪念币。在这些琳琅满目的纪念币当中，既有面值为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还有面额为100元的龙年纪念币等多种类型。20多年前的千禧之年，正逢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为了纪念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特殊时间节点，我国发行了面值100元的龙年纪念钞。
这些龙年纪念钞堪称纪念钞系列中的珍品与精品，又历经了多年的市场沉淀与价值攀升。河南省纪委监委机关从上官永清家中搜查出的龙年纪念钞数量惊人，足有上百捆之多。按照惯例，一捆纪念钞包含1000张，单捆价值便高达500万元，而上百捆的总价值很可能已经突破1元大关。根据收藏界资深人士透露，如此巨量的龙钞倘若涌入市场，势必引发市场价格的大幅震荡。除了龙钞之外，上官永清家中还藏有为庆祝建国50周年特别发行的3联体纪念钞，这在我国建国纪念钞系列中是独一无二的3联体纪念钞。这种珍贵的3联体纪念钞目前的市场价格大致在25000元人民币左右。2017年3月，此案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证据清晰显示，上官永清通过贷款顾问费、基建项目回扣以及纪念币倒卖等多种非法手段，累计贪污公款高达4.6亿，收受贿赂2.8亿，职务侵占1.2亿，并挪用单位资金3.7亿。法庭之上，他依然试图狡辩，这些钱都是企业出于自愿提供的赞助费用。然而，当检察官当庭出示他的聊天记录时，其中明确要求飞机牛奶必须每天早上8点前送到。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女强人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冰冷的被告席上。最终，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等多项罪名判处上官永清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追缴其全部违法所得。当然，这个判决引起了全国的议论，贪污这么多才判11年，实在是太轻了。难道他身后还有更大的老虎保护他？同时，他自己在狱中也这么说过，如果制度当年就这么严，我可能活不到今天。这句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